对这个哼鸣呢，我们有一个回答问题的环节。那在我们美美歌唱班里面呢，通常学习了哼鸣之后呢，同学们会反馈有这样的问题，我把它总结了一下。那第一个问题呢是，老师，请问既然是用鼻子发音，为什么要张嘴巴？我感觉嘴巴闭起来或者开着时发出的声音都一样，这是做错了吗？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视频的朋友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呢，我们的哼鸣呢和鼻音是两个概念，但是呢，它一定是要借助鼻子的，对吧？所以说唱歌的人呢，鼻子特别重要，鼻子的通畅特别重要。那么也就是说，我要的是一个腔体打开，通过鼻腔的腔体到头腔，而不是说这样子的鼻音，所以它是两个概念。当然，这个同学他说他感觉他闭着嘴巴，也就是说，和开口的这个发出来的音是一样的，这个是对了。那为什么我特别在第一节课强调的是开口哼鸣，而不是闭口？通常来说呢，很多人他们是练习的闭口哼鸣，但是在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当中，我发现很多同学会这样。我说我们来练习哼鸣，然后他闭着嘴巴就是，然后他憋着脖子，还是用嗓子，他不是哼鸣，他还是在憋着脖子在唱。所以为了杜绝他，不让他用嗓子，我就让他把嘴巴打开，他就没有办法，等于是被迫的训练他放松喉咙。好，我们看一看第二个问题。低音的时候鼻子那边震动很多，但是高音的时候就没那么多震动了，不知道对不对？通常来说，对做得好的人来说，他任何时候的震动都是一样的，是平均的。但是对于初学者，或者说你的通道从下到上还不是特别通畅的时候，你可能在低音区的时候感觉你会觉得这边会震动特别多，鼻窦这个部分三角区这边，然后随着随着音高，你会觉得头腔那个头顶的部分震动比较多，它会随着音高音低来有一个不同的表现，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看你掌握到什么程度。第三个问题是，老师最近有个体会，不知道对不对？我发现音高的时候呢，如果是上半脸向上或向前放伸展，加上皱着鼻子，会感觉到眉头的震动，唱完后那里麻麻的，但这个地方很难保持住，一会儿感觉很明显，一会儿又不那么明显。那么这个同学呢，是在上课的时候，我让他呢，就是在哼鸣的时候呢，让他学了一个猫叫的动作，就是喵，然后我就是往前 push 一下这样子，所以他感觉呢，往前，我还教他一个办法是，除了往前想，还要往上，因为越到音高的时候，你只想靠前的话，到一定的高音的话，你的意念要往上想，它会好像有一个阻碍。那么所以我就叫他往前想也往上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感觉到这个眉头这个地方有震动，其实还是跟上述的那个回答是差不多的，也是都是在过程当中的自己调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肌肉的这个震动方式，你的感觉，每个人的感觉都会不一样，有很多种不同的感觉，但是都是对的，没有问题。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练习的时候，你不能感觉到嗓子纠结、嗓子痛，那这个就是错的。除此之外的很多的感觉，有这里震动或者那里震动都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的阶段不同。第四，老师，我有个疑问，发现哼高音的时候，喉咙里面有一些会疼的感觉，好像音量小了会好一些。我也试过哭的感觉或者打哈欠来缓解这个，貌似没什么帮助。OK， 那么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让大家说请小声跟我哼鸣？因为呢，我们很多人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唱歌的时候声音很大，所以他很着急。但是呢，我们起初找这个哼鸣的时候，我们是在找一个点。那么这个点呢，你的声音越小，你就越好找。那么你的声音小呢，你这个点的这个线就是越细的时候，你往高音上的时候，你的阻碍力就越小，你就容易唱到很多的高音。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声音很阔，比如表现形式是这样的，
那你到后面怎么唱呢？你就会扯，对吧？就会觉得很费劲。那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先慢慢的先去找这个高音，去踹这个高音，把头腔慢慢带上去。等到你带上去很高的时候，你的位置找到先说，来回唱，来回唱。但是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过程，它的音量和力量肯定不是我们唱歌的时候要的，因为你觉得那个音量是不够的，怎么办呢？随着你练的长的以后，时间长了以后，你的音量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要的是放松的音量大，而不是说你用力以后，特别用力以后那个声音大，是两个概念。OK， 还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试着哭的感觉，因为我讲过为什么让他有点哭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人哭的时候，那喉咙肯定是放松的。那所以呢，在上课的时候，有很多同学不放松的时候，我说你可以试一试，假装找哭的感觉，就放松了。那还有一个就打哈欠的感觉，好困啊，也会让我们放松。但是通常在唱的时候呢，我们的学生呢，找哭的感觉比较多一点，因为容易嘛，在唱的时候找那种感觉，但是打哈欠就比较难一点。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也试着找了哭的感觉，但是试图没有缓解他的嗓子疼痛。那是因为呢，在唱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哭也是在用力也就是说，他以为想用哭的感受去放松，但是实际上他的哭还是在用力。我真的在歌唱班里见过同学是这样的，我让他哭，我说你就然后他就是他的哭都是很紧张的那种，所以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好，第5个问题，老师，我最近哼鸣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每次觉得唱得很别扭的时候，比如一句话有几个音比较高，好像是你给我听好这首歌，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后面比较高。如果我把第1个字的位置放得高一些，后面就很顺畅。我就在想，以后是不是唱歌的时候也会要注意这一些？如果知道有高音来了，那位置就要放高一点。但具体多高的位置，能唱什么样的音高，我觉得还挺难把握的，不知道这个体会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有高质量的问题。那你想一下，你看我们学哼鸣，从低音开始就是那么到后面高音越到上去是没有变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唱歌的时候，最好是从一开始的低音的位置就是放在高音。那么刚才这位同学他是什么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 OK， 我在前面唱低音的时候，我可以放在喉咙这个位置，嗓子我先唱到一定的时候，音高的时候不行了，然后我再找这个高音的鼻腔带到头腔的位置去，把它的这个高音带上去。那么这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换声点的问题，因为你前面和后面的位置不统一，有的时候有一些歌呢，你换起来会很容易，但是有些时候就会很难。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哼鸣？也就是从开始低音到高音，声音位置都是一样的，不会变的。所以他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是说，是不是到高音的时候才开始去计算我应该位置放多高？没有计算，应该是一开始就要想着很高，哪怕唱很低的音。但是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在低音的时候，你就算是想很高，你的意念想很高，但是实际上你的声音还是唱不到那么高，还是很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想呀。然后第6个问题，老师，是不是声音是有状态的？根据身体和心情，有时很在线，有时你怎么指挥它都不听话。还有最近感冒刚好，不知是不是也有关系。总之昨天人蛮累的，10点多练习的时候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在状态。没错，我们的声音技巧练得再好，如果我们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很疲惫的话，你别忘了这个喉咙整个的声带发声的机器，身体的整个运作方式，它都是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如果你的健康出了问题，很累，你的技术再好也达不到你想要的状态，所以健康很重要哦。好，我们看第7个问题。老师，我现在对自己的位置也是比较模糊，我知道有鼻腔，有额窦、蝶窦，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共鸣，就能感觉到
脸部前方。其实呢，它这个当时呢，我在上课的时候也会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讲，唱歌的这个三角区特别重要哈，这个地方两个鼻翼、山根这个部分，然后到头顶这里哈，然后这个点的 push 很重要。那么当你的意念用力在哪个部分的时候，它在哪个部分的用力点就会特别的明显。比如刚才说什么鼻窦、额窦，或者是上面的一些位置。其实呢，如果你做得好的时候，你会全方位的震动起来，而且在低音、中音、高音都是一样的，感觉是一样的。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变化，还是因为初学者的时候，他对高音、中音、低音有很多音区的这个肌肉状态的敏感度不一样，所以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下次再见，拜。